感谢那个法国中法中医药中心的邀请，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调剂标准化研究中心的翟华强，很高兴和大家见面。今天我给大家一起分享2021年在中国北京开展的中国国际贸易服务交易会，我在智慧康养高峰论坛的发言。发言的题目是传承优秀本草文化，促进智慧康养服务。众所周知，随着现代社会越来越快节奏人们频应付于加班应酬，经常熬夜，过度劳累，精神压力过大，这四大因素都会导致机体的免疫功能的紊乱低下，进而出现了我们现代的文明疾病四大病：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尿伤症。面对这四大难题，如何破解呢？同时呢，我们也了解，随着人口老龄化的现实社会问题，全球气候环境的疫情常态化问题，以及全面小康社会生活品质的提高问题，传统消费升级的产业布局问题，如何破解这四大难题？如何运用中医药的因素来助力咱们的双循环建设？因此呢，我去年在咱们的北京服务贸易交易会上，我们提出，在智慧论坛上，我们提出应用中医药、应用本草来提振免疫力。本草其实也是留给世界的遗产，就是传统药物，来助力我们的建设。在面向新时代，咱们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总书记也着力提出要推动中医药的振兴发展，坚持中西并重，推动中医药与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此呢，我跟大家交流呢，主要分为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学习我们中国古人优秀的本草文化。第二呢，是传承国医大师的工匠精神和学术思想。同时呢，对于未来的健康产业新模式，我们呢要努力尝试。众所周知呢，本草学历史源流源远而长，远自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山海经》，它的成熟形成的标志是来自于两汉期间的《神农本草经》。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本草经集注》，第一部全球药典《新修本草》出现在盛世的隋唐阶段。宋代宋金元时期，出现了变革，这个时候出现了经史正类备记本草。而到了明清时期，有了东方的百科全书《本草纲目》。现在呢，咱们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目前已经到了2020版药典。所以说呢，第一部分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本草学的优秀的文化知识，可以分为7个阶段。这7个阶段呢，都有标志性的著作。首先是第一部标志性著作呢，就是我们的山海经》，来自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先秦时期。这个时候呢，是描述了40多个国家350种商遇到的奇花异草和相互共识。一共呢载药是124种，标志着呢在公元前200多年，这个时候呢，人们呢对药物的认识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公元前200到500年200年是上战国，公元前500春秋，所以说呢，标志着呢，在公元前500年左右，这个时候呢，中国先人对植物药和矿物药都有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仍然没有成熟，只是萌芽。在两汉时期，特别是东汉年间，出现了
咱们中药学的奠基之作就是《神农本草经》，是载药呢365种，其中明确了植物、动物和矿物药的分类，并且的话呢，按照有毒、无毒、养生、延年的不同，分为上、中、下3品。神农本草经的问世，意味着呢，本草学知识逐渐成熟。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出现了《本草经集注》，陶弘景个人所著作的，他首次按照药物的自然属性分类，茎、叶、花、实，各有所出，各有不同。同时呢，考定了古今用药的度量衡，规定了汤、酒、膏、丸不同剂型的制作规范。同时呢，也是初步奠定了我国大型骨干本草编写的雏形。这是第3部书。第4部书迎来了盛世，就是隋唐时期开首次的官修本草，这可是我国第一部官修本草，唐本草，又称为新修本草，也是最早流传于海外的医药教本，增加了药物的图谱，这样的话呢，图文并茂，开创了中世界药学著作的先例。同时呢，记载了很多的海外的药物第5本书是经史正类备急本草，这个呢主要是补充了方剂，前面记载药，后面记载方，同时呢还记载医案所以说呢也是开方药相互印证的先例。第6本书就是东方的百科全书《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本身呢，李时珍本人是医学世家，然后呢一直热爱自己的专业，刻苦的呢求实勤学，同时呢他强调实事求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时候呢流芳百世同时呢版本呢比较多，最好的版本呢是金陵版，我们称为主本，然后呢也有3个旁支，比如说江西版合肥版杭州版这3个版本但是呢被后世誉为特别是被海外西方誉为东方的百科全书。以上呢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优秀的本草文化，如何去实施呢？落实呢？对，第2部分我简单跟大家交流一下我的老师国医大师金世元的工匠精神这是我们的团队金老呢他是如何成才的呢？我们会发现他有很好的国学基础上吃熟，同时呢他因为中药材主要是要实践知识，因此呢他作为一个药工，在老药工的带领下学习呢中药的实践知识、实践技能，然后呢经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当时跟北京的京城4大名医汪逢春，同时呢和御医赵树平以及呢瞿文楼这些老先生们呢学习理论知识，最后呢金先生的话呢又和传统的经典理论知识联系起来，这样的话呢为中药事业奋斗终身因此呢也是我们就是呢如何秉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呢结合的实际的理论实践知识和理论知识结合，如此呢才能成为我们这种复合型人才这个呢是我们继承老先生的学术精神，我们呢也出版了一系列的教材以及学术著作，其中呢我们还写的金世元学术思想与用药经验也列为呢咱们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科技图书，也呢陆续发表在《学医强国》等新闻媒体上。根据金老的启迪我们说当代李时珍嘛，跟古代的李时珍呢刚才跟大家说了东方的百科全书《本草纲目》，金老呢他是一个老药工精神更多的话呢体现了大国工匠精神，就是呢要立德在14岁做学徒的时候就立大志，刻苦求才，同时呢一定强调实事求是、明理，就是呢跋山涉水赴场地，讲传统，性状鉴别。此外呢非常讲究中药炮制和临床的关系
有的一等品、二等品、三等品统治货和临床的关系就是不一样，所以规格等级要分清。此外呢，倡导中药调剂的9项全活有规有矩有标准。最后呢，传道方面呢，强调药物的合理使用，强调了医和药的圆融。因此呢，这个是伟大的老药工精神啊。所以说呢，我们有文化，有老药工精神，如何来创新呢？第3部分就是我们的创新啊。大家知道，中医药呢是独特的卫生医疗资源，是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是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以及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在这5种资源过程中，也是相互的促进阶段。所以说呢，咱们呢就不具体展开，由于时间关系。对于新时代，我们如何确定好健康的管理呢？是吧？我们这个论坛啊，主要是智慧康养论坛啊，所以健康需要管理，健康作为我们的第一财富，一定呢要合理的控制。所以说呢，保证我们心理的健康、躯体的健康以及呢社会的融合。管理的模式呢，就是强调咱们中医学的上医不治已病而治未病，未病不治防已病，避免呢未病不治防，已病呢即求医。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就强调大健康产业、供应链、产业链的融合。大家会发现，在第一产业主要是健康种植，就农业，是吧？强调呢生物农药啊。在第二产业制造业方面，健康制造方面，我们呢强调了中草药的规范化种植，然后呢中成药的优质化生产，保证了有优良的中药饮片啊。在医疗器械、医药商业、保健品方面，我们呢确实是要融合贯通。在第3产业，就是健康服务领域，我们呢需要加强健康的咨询、健康的保健、健康的体检、健康的护理以及健康的运动。如此呢，加强健康的管理，然后呢，真正的呢做到了呢未病先防，已病防变。以上呢就是呢我呢的初步介绍，也是再次感谢法国中医药中心的邀请让我们携起手来，群策群力，共同的呢把中医药的健康传播到每一位人民。谢谢大家。